如兰爱喝的新派茶饮蜜谷果汁茶，真茶真果汁。蜜谷果汁茶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《知否知否》。他们欠的所有的钱一笔勾销，几万两银子我出，这里的管事换人。谢谢将军救命！谢谢将军！你们几个来宫里多久了？6年多了。现在这天儿也暖和了，猫儿狗儿的也匹配了，也该替你们想想今后的去处了。别！若是平日我就让你画了，今日可是开春以来第一次进入谢恩，可马虎不得。眼看时辰不早了，你再给我这么画，画坏了我还得重新梳洗。怕什么？当今皇后娘娘最温和善良。当初我在禹州的时候，嘴一馋就去她那吃东西。她知道你是我娘子，定不会苛求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可不能像从前那般无拘无束。那要不我陪你去？那多没规矩啊，多不好。幸好有沈家姐姐同我一起去，有她领着也算是熟门熟路。我到了宫里，我就尽量少说话，多磕头就是了，别的一概不问，一概不提。装傻，装傻我是老手。小狐狸崽子又要装羔羊，不是小狐狸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姐姐啊，是最和善不过的人了。我小时候经常弄丢鞋子、弄脏衣服，她都从来没有怪过我。你这么温婉漂亮，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从小到大，我只进过皇城一次，那次很吓人。这有什么的？你看，我们刚从禹州来没有多久，这皇宫里的规矩，你比我还清楚。可是我现在姐姐是皇后，你们是孤儿哥哥的娘子，谁敢说什么？别怕了。你看，你们家孤儿哥跟着你呢，肯定是怕你怯场。但是我们家那位可就没这么体贴了，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原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。那你好还不行啊？我们家那位要是这样，我做梦都要小心。我是怕日后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。报答？这夫妇混为一体，有什么好报答的？这个是福宁殿，那边有崇正殿，前面还有个垂拱殿，哦，还有前面御花园，等花期到了，开花可好看了。你就别拘着你自己了。哎呦，皇宫里啊，除了我姐夫之外，
也就太后大娘娘不好惹，可她老人家也没在这儿啊。出那块儿。两位娘子庄安。太后差老奴，请两位娘子移步保慈宫。我们今天是来叩谢婚宴赏赐大恩的，姐姐还在等着我们呢。啊，皇后娘娘此时正在保慈宫。今晨，娘娘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，说两位娘子要到，太后娘娘就特意留下了皇后娘娘，请两位娘子前去相见呢。请。怎么啦？你不知道，太后大娘娘她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我姐，每次见了我都要训斥个没完。那我岂不是也跟着遭殃了？请。这两个姑娘是在我身边长的，眼瞅着年纪大了，我是想着让他们去伺候皇帝，留在宫里，这样呢也方便时常的过来看看我。官家如今都有年纪了，怕是耽误了这么美貌的青春。再者，现在子女……哎呀，皇后啊，放心吧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听话着。我只不过是想让他们啊，在宫里边，方便他们时常的过来陪我说说话。说的倒是，不过官家说，想裁撤宫人，削减用度，怕是养不了那么多。你都把皇帝搬出来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那就随他们去吧。哎，不如啊，小郑将军家里、国舅家里的，还有顾将军家里的，你们把他们领去吧。这个使不得啊，太后大娘娘，您身边的都是金贵的人，自要好好学一门亲事，怎么能说我们收留不收留呢？这也太无名无分了。有什么金贵不金贵的呀？都是宫里边的侍婢，我只是想着给他们找个好主女，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些。还有，我宫里边还有好些个要打发的呢。他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总得安排好他们的后半事。盛娘子，听说顾将军的院子还空着呢，不如你多领走几个吧。啊，好了，我也累了，该歇着去了。哎呦，你这么一个劲儿的笑，我是不是说的荒谬可笑啊？不是的，大娘娘，妾身是想着，真是太巧了。妾身家里也有好几桩婚事要办呢，叶老公公这阵子怕上忙不过来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家要办什么婚事啊？启禀大娘娘，前阵子我家官人对我说，因北疆要屯兵，为稳定军心，
最好能让士兵们都带着家眷。可是军中有好多青年兵将都还没成亲呢，就求到他跟前来了。我家官人说，让我在家中寻些待嫁婢女，让两边互相相看一场，若是看中了，你情我愿，便能立刻成家立室。哎呀，妾身是觉得，妾身官人能和大娘娘想到一块儿去，真是太巧了。二哥哥真是想了个好点子。放肆！休要胡言。太后身边的贴身侍婢，怎么能屈就嫁给一介军汉？是啊，他们都是宫里娇养的，恐怕受不了边疆风沙之苦。想来，军中还有好多青年将校。回头郎君挣个功名回来，说不得太后身边还能再多几个诰命夫人呢。依妾身愚见，倒好过个人做妾。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之前先帝驾崩，宫里本来是要放些人去的，正好如今碰上这样的机缘，与其让他们每个着落，还不如就这么办了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大娘娘，您意下如何？你都把先帝搬出来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罢了，这事就这么着吧。哎，哦，这事儿是盛娘子的主意，就交给她办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太后把你叫走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哎，你还记得叛乱的时候，你宫里认识那个小太监？记得啊，青云嘛。啊，我今天保举他做了个管事。啊。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我好像给你惹麻烦了。你这怎么是找麻烦呢？你这是给我争脸了。我只怕坏了大娘娘的事儿，大娘娘会恨你。是你坏了大娘娘的事儿，大娘娘为啥恨我呀？咱们夫妇一体，我这样不懂事儿，那还不是你教的？你终于长大了，知道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冲着你这句话呀，就算太后找我麻烦，我也认了。哼，本就是你的事儿，我只不过是大娘娘捎带上的。你刚刚不还说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夫妻一体吗？你说大娘娘这是何苦呢？当初一场宫变，若不是官家父子闯入皇城，秦王救驾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好不容易风平浪静，又折腾什么呢？风平浪静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？先帝施政是以仁厚为主，太后自然希望官家效仿先帝，照着先帝的路这么走下去。可官家呢，果敢刚毅，执意要改革，太后自然不远。果敢刚毅，是那位桓王殿下的意思吧？桓王心存大志，他早就看出朝纲积弊深重，不改不行。你别说别的，就说军队这一块，我执掌禁军没多久，
就看出了一大堆的毛病：吃空饷、偷军粮、占用民田。器械库大半都是空空的，拿军饷去放高利，林林总总骇人听闻。更不要说其他衙门苛索民财。沈国就娶了英国公之女，后又纳王妻之妹为妾，夫妻不睦。你我新婚，他是想加个人进来，想让我也同你大闹一场。对，可你偏偏就没有大闹一场，哎，劫了他的人，断了他的话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我的军师。走，咱去樊楼吃酒去。哎，吃什么酒啊？又吃酒？还有几个美娇娘在偏院呢，还有好多事要做。如今，我们尚有闲工夫吃酒，只怕今后就没了。啊？走，今日便去。啊？陛下与太后争权，不是兵的事儿，就是钱的事儿，想必定是一场恶战。皇皇父子与我有恩，只怕今后咱们家没什么太平日子过。刚才晴空万里，这忽然又打雷了。下雨了，要变天了。陛下，近日四海初定，朝纲渐稳，逆王一党虽大多伏诛，恐余孽仍在，不可姑息，应肃清彻查。韩相公说的有道理，不如你推举一人统管此事吧。臣保举。谏院新进士御史齐衡有一奏章，力陈清除叛党之法。皇帝不想听他一言吗？那就宣吧。宣，谏院侍御史齐衡上殿。臣齐衡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平宁郡主之子果然不凡呐。臣齐衡有奏。说吧。逆王谋逆逼宫，滥杀无辜，勾连圣骨。臣主张详细审阅逆王府抄出的账册，将上面有应酬往来之人一一传讯问话，便无遗漏。臣认为不妥。此举虽无遗漏，却也有矫枉过正之嫌，应凭证凿实，一一查来。若不肃清众叛，震慑众人，恐日后会有人效法，再生事端。殿上诸公都对逆王党羽恨之入骨，但怎么瞧着小齐大人还有广开连坐之法？彻查逆党，是为了朝纲稳固，清肃余孽。便是杀了半个朝廷的官员，于我有什么好处？当日你可险些婚配。我看齐衡的法子不错，他人公正忠直，这事儿就交给他办吧。
臣齐衡谢陛下，谢太后。如今韩德相公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当初请太后出面听政，那是为了稳定朝纲。如今天下归心，四海清平，太后却不肯退下，连玉玺都不肯交出。刚才在文德殿上，我看陛下那个眼色，我都不忍相看。请神容易送神难啊！这前日里我们刚定下清除逆王余党，这今日里太后就把齐衡给搬出来了，这可见，慢慢来嘛。眼下把玉玺要回来才是正经事儿，有了玉玺就师出有名了。我又何尝不知啊，韩大相公，英国公、文武诸臣都出面明定案里这要过多少次了，可太后呢，全部都挡过来了。咱总不能去抢吧？自然不能硬抢，得直抢。救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有病啊！杨震他救我！为什么？救我！小宫女，小宫女，我们儿子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哎呀，陛下降旨，彻查逆王余党。特请他们去有司衙门问几句话。不可能，我家满门忠义，继续问话，为何动手所拿？小妹，咱们齐国两家也算是亲戚，总得讲点情分，给点面子吧？啊！即便是我们齐家，我也照查不误。告辞。这哪有这样的？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儿子，爹要救你啊！这可是灭门之祸呀！闭嘴！这廷迪和廷炳是怎么跟逆王勾连上的？哎呦，什么勾连呐？不过是他们去过逆王府里，平时有些诗词唱和罢了。大嫂嫂，这两个孩子的脾气本性，您是知道的呀。要让他们谋逆，那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呐。都是自家的孩子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虽说人无完人，但毕竟还是本分孩子。是，谁说不是呢？大嫂嫂，你可不能看着不管啊！那齐衡二话不说，逮了人就走。咱先几辈分还是亲戚呢。这可难倒我了。咱们顾家和齐家早年间的确沾亲，可是毕竟年代久远，平日里吧，咱们又不大走动，这情分呢，肯定是淡了。这冷不丁冒冒失失的去求情，怕给人撅回来，怕是再找人就不好开口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说我们这几个也没有什么有脸面的人呐，也就大嫂嫂您能说上句话。您要是不肯走这一趟，那就是见死不救。咱这不是在商量了吗？四弟妹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好了，大伙都别着急。大嫂嫂说的也在理，只是谋逆大罪，非同小可。若是2个孩子出事获罪，那侯爵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，也未可知啊。依我的看法，县下里倒是有一合适的人，直接就能到御前。大嫂嫂说的是您家二郎啊？大嫂如此疼爱二郎，现如今正好开口让他去给我们求情去。哎呦，以前恐怕是行的，现下他也跟我翻了脸，这新婚不久就别怨他住了。
我恐怕在他那儿也没这个脸面了。您都没这个脸面，我们就更没有了。这小子从来都不会正眼看我们一眼，哎，可怎么办呢？这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儿女的债嘛，父母总是要还的。大郎这2天身子实在不好，听说好几日都没下床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你们俩接着在这儿坐会儿啊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呀？还有什么意思？他这意思就是要咱俩铁着老脸去找那顾廷烨去。谁叫咱两防的儿子惹下大祸？哎呦！昨日有人跟我说，4房5房2个兄弟被抓了，说他们勾结逆王。顾家的人也抓？听说，这次负责清查叛贼的人是袁若。和你开玩笑呢。袁若这个人我最是清楚。他为人清高自傲，绝对不会因为报私仇而去诬陷别人，他做不出来。那会牵连你吗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是射杀逆王的人，怎么会牵连到我呢？我怕什么呢？你可得小心着呢。4房5房那几个，没准会来烦你。烦我？他们不是应该找你求情吗？求情？找我求情？我才不去求情呢！这种负逆的事儿，我怎么求啊？我说了也没有。哼，那顾家的人肯定会说你无情无义。哎，我早已是一声骂名，也不在意多此一项。倒是你可得小心点了。4房5房那几个女眷可不像是男人，我可以抽身而去，你小心他们的水磨的功夫啊，会磨死你，缠死你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事儿你要不要管？那几个泼财，要说他们攀附权贵，我信；若说他们勾结逆王，给他们100个胆，他们都不敢。那我就心里有数了。那齐衡把顾家像鸡窝狗洞一样搜刮一番，把你堂兄弟们像江洋大盗刑点重犯一样拖了出去，他这般撒野，你究竟管不管？啊？撒野？齐衡来我们家问话是禀了上意的，朝中负责受理此案的大相公，也是皇上钦点的。你们敢在这里污蔑皇上的股肱？再说了，自打皇上下旨彻查此事后，但凡受牵连的都被叫去问话。凭什么别人家的可以被叫去问话，咱们家的就不能呢？那即便是如此，你如今在御前也有体面，咱们顾家有难，你就不能使劲在官家面前美言句句说情，难不成就这么让人看咱们顾家笑话？是啊，说情。你们以为那2个孽障是被冤枉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父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几10年，戍边10余载，提拔我的部下大多都成了器。这些人可有参与谋逆啊？我们顾家的人有没有招揽过他们？如果有，便是谋逆之罪。这我们
二位的为人你还不清楚？我们是断然不会让顾家的后代做这种事儿的。就是啊。四叔五叔别说大话了，平日你们管你们的儿子，我的那2个堂兄弟听你们的话，他们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只怕10件你们只知道1件吧？你胡说什么啊？我们的儿子虽不成器，也断不会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啊！对呀，赵子业，如今统管赵狱的是刘正杰，我在军中大帐中脱不开身，曾经捎人去问信儿，人家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告诉我一个消息：廷迪与廷炳帮逆王收买了好几批江南女子，这些个女子大都送往朝中大臣和将军的府中，以作拉拢收买。前一些日子，逆王府中查出了账册里面记得一清二楚，这还能抵赖吗？这是胡说八道！你这是分明的胡说八道嘛！不可能！是啊，不可能！这谋逆之罪啊，即便事到还往的，也是无能为力啊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他们2个所犯的也不是什么重罪，只是受一些罚而已，掉不了脑袋。掉不了脑袋！叶哥呀，这都是骨肉兄弟啊，你就不能帮扶拉他们一把？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说不定咱顾家的爵位恐怕也不保啊！这顾家倒了，与你有何好处？你也是顾家子孙啊！对啊，顾家子孙，你们当年同大娘子黑着心肝来污蔑我，不让我见我父亲最后一面，你们当我是顾家子孙了吗？我一人在外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，你们当我是顾家子孙了吗？哦，现在你们觉得我是顾家子孙了？哎，这行了。这说廷炳廷迪的事，你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嘛？我看你就不想管。行了，这2个孽障自己做的孽让他们自己受，我们不求你。你这根本就不想管嘛。四叔五叔走好不送。叶哥，叶哥，你逞什么口舌之快啊？不要儿子的命了！他本身就不想管，抽了半天有用吗？你不由谁管呐？夜深了，先睡吧，明晚再看。清查逆党已经到了济南府，若不尽快整理出涉案人名单，恐怕日子一长，会有人闻风潜逃。那我去吩咐厨房，让他们端些果子来。不必了，我夜里从来不吃东西。你赶紧先去睡吧。自从清查逆档案以来，你已经1个月没有回房睡了，总是累了就睡在书房。你瞧，我这书房内外伺候着的，有1个女侍卫。我不是要疑心你，你放心，你我既已成了夫妻，我绝不负你。
姑娘，别生气，我在府里打听了一圈儿，这府里上下人等对姑爷无不夸赞的，都说姑爷洁身自好，从不拈花惹草呢。话虽如此，可我总觉得他对我太客气了。客气不好吗？人家都说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这才是好夫妻呢。你不懂，他待我总像外人，看似处处体贴周到，实则什么都不对我说，有了心事儿烦恼，也都憋在心里，装出一副无事的样子。我倒是他宁可对我吼，对我发脾气。对了，说起这件事儿，我倒是听一个婆子说起，她说，在姑爷娶那位县主之前，曾对一个小官家的庶女动过心。竟有这事儿？后来呢？后来就是雍王逼婚，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那位小官家的庶女叫什么名字？听说是姓盛，闺名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在他们家排行第6呢。打听打听，这位盛六姑娘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不好吧？这要是让姑爷知道了，咱们多下不来台呀。我也知道不好，可我心里这个坎儿就是过不去。总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有别人，才不对我交心。婶婶嫂嫂们放心，我家官人说了，原也不是什么大罪。你说的轻巧，那刑部的大牢，好好的人进去都要扒一层皮的，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四婶婶别急，想必刑部的人看在我家二爷的面子上，也不会为难二位兄长。哎呦，谁说不会为难呢？抓人那天都是五花大绑绑走的，谁看到顾廷烨的面子了？再说了，自家兄弟叔伯们都要急得抹脖子了，竟然还这么不咸不淡的。哎呀，也不知你这心肠是什么做的。外头的事儿，我一妇人原也插不上手。若是我家官人有别的顾虑或者考量，难道我还要硬逼他不成？或许二嫂嫂有这胆气，但我这刚进门不久，膝下犹空，只能谨慎本分为人，绝不敢越雷池半步，望二嫂嫂见谅。怎么说话的，一点没规矩。明兰啊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。来，来，坐下慢慢说。哎呦，我就是着急呀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说明兰啊，这话虽如此，但你也应该回去劝劝野哥儿。你说顾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族人获罪，这终归对他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是啊，这些话我都劝过了，可我家官人那脾气，婶婶们一定比我还要清楚吧？他若是拿定那主意，谁也别想更改；他若是不想说的话，谁也休想从他嘴里能抠出半个字儿来。那我若硬强逼，回头把我休了，难道四婶婶和五婶婶养我一辈子不成吗？可你方才说，叶哥儿或许还有别的顾虑考量，这总可以回去问问清楚吧。好歹让咱两家的儿子死也死个明白啊！对，我们也不求你去说个什么好话，你就去好好问问叶哥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这我怕是问了，他也不肯说呀。不是，那你就不会旁敲侧击吗？谁让你直来直去的问了？不好了，大娘子，大娘子，荣姐不见了。什么？他不是在我屋里吗？我也不清楚。常嬷嬷说她要给荣姐梳头，找头绳的功夫人就不见了。
那快去园子里找呀！找过了，说是把园子都翻了一遍都不见人影，怎么办，大娘子？这可如何是好呀？走，我亲自去找啊！都是事儿，净不让我省心呐！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就把我们晾在这儿了是吧？不管我们了？